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 Kobel，欢迎收看旅游浪人系列的第8集。先前的影片我们都在讨论用什么样的方式买机票最便宜，像是外站四段票、外站票等，通常是利用外地出发飞回台湾的方式买到便宜的机票。详细的内容欢迎看前面几集旅游浪人系列的影片。但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进阶，但也可能让你省更多的玩法，也就是里程。接下来的8分钟，Kobel 要带大家浅显易懂的了解里程到底是什么，怎么累积。怎么换机票，它的优缺点在哪里？还有哪些航空公司的里程计划是我们最容易接触到的？那影片开始之前，如果你是新观众，拜托订阅一下我的频道。有了各位的支持，Kobe 也会持续制作好的内容，帮助大家捡便宜。我们开始吧。简单来说，里程就是航空公司的点数积点卡，你集满了点数就可以免费兑换机票，或是帮你的机票升等。那要怎么累积呢？最常用的累积方式有5种。搭乘飞机累积，顾名思义，你花现金购买机票并搭乘飞机，根据你飞的距离和舱等，以及你在航空公司的汇集，航空公司会回馈里程给你。例如，我前阵子搭乘长龙航空的班机前往曼谷，根据我的飞行距离、航空公司的汇集及舱等，我可以拿到778里的长龙航空里程。信用卡红利转换，这是台湾人最常用的一招。你平常吃饭、网购、交保费刷的信用卡，只要选对里程卡，累积的红利点数都可以1:1，甚至更高的比例兑换成航空里程。就算使用的不是里程卡，但信用卡的点数同样也可以兑换成航空里程，这也是一种方式。例如，我使用国泰的 Cube 信用卡，进入到里程转换的页面后，可以看到360点的小数点可以兑换1000里的长龙航空里程，或1000里的亚洲万里通里程。趁特价直接买，有些国外航空，像阿拉斯加航空会定期举办买里程送里程的特卖会，有时候直接买里程来换合作伙伴航空的机票，会比你去官网买原价机票还要便宜。最优惠的情况下，可以来到现金票价格的50%或更低。跟亲友凑里程，这一点是 Kobe 我觉得很适合快速累积里程的方式。例如 ANA 的家庭管理账户，可以帮助家庭成员们更有效的管理和共享里程。也就是你在里程这条路上不再单打独斗，可以跟家人们一起搭机累积里程，并兑换机票。其他系统转点，这一点很多里程新手不见得会用得到。有些航空公司的里程计划会允许酒店的点数计划进行转换，或是像台湾的 Open Point、Happy Go，可以用自己在系统中的点数兑换长龙航空里程、亚洲万里通里程等。手上有里程了，要怎么换机票？这个时候你需要看懂各个航空公司里程计划的兑换表。每个航空公司的规定不一样，有的是区域制，例如台湾飞整个东北亚都是均一价或是分中一、中二；有的是距离制，飞越远扣越多，例如距离1500里以内的城市跟距离1500里以外的城市所需的里程数就不一样。更复杂一点的情况，像全日空 ANA 里程计划，除了区域制，还加上淡季、正常、旺季，飞往同一个城市需要的里程会因为旅游的淡旺季而不一样。在换机票前 k o b e 有想给各位观众们一个观念，就是航空联盟，像是星空联盟、环宇一家、天河联盟，简单来说，他们就是航空公司的团体。同个团体的里程是可以互相支援的。例如，你累积了美国航空的里程，不只可以换美国航空的航班，还可以换同联盟的日本航空的机票。又或是我累积了阿拉斯加航空的里程，不只可以换阿拉斯加航空的航班，还可以换同联盟新宇航空或是大韩航空的机票，提供给各位参考。关于兑换机票流程，其实跟买机票很像。首先，先登录航空公司的会员账号，接下来呢，搜寻你的日期跟出发地及目的地。搜寻完毕之后，如果有看到奖励机票的空位，你就可以点选进去。进去之后呢，确定时间日期没有问题，你就可以走到下一步扣除里程，然后输入自己的信用卡资讯，付一笔小额的税金与燃油附加费的费用。完成后，恭喜你换到机票了。到这边听起来很美好，对吧？但如同 Kobe 有在前面提到的，里程就像是一张集点卡，没有集到足够的点数进行兑换，那累积到的这些里程是没有价值的。我们来客观分析一下优缺点。优点1：放大价值。里程最大的亮点绝对是换商务舱或头等舱。如果你想体验躺着飞去纽约，或是解锁超豪华的头等舱，用现金买可能要十几万，但有里程换，成本可能只要1/3不到。k o b e 个人的经验呢，是我用4万点的美国航空里程换到了日本航空头等舱的机票，价值高达13万元。
二、弹性超高，像我们之前讲外站票、改票、退票的手续费都很贵，但里程机票通常改期非常便宜，甚至有些里程计划，像是美国航空跟阿拉斯加航空的里程计划就允许免费取消。三、免费中停，有些航空公司的里程计划允许你转机时停留好几天，等于你一张票玩2个国家，真的是一票两吃。关于里程中停的部分，之后在介绍不同航空里程计划的时候，会再跟各位分享。再来是残酷的缺点：一、机位超难抢，这是最大的痛。航空公司每班飞机放出来的里程票通常只有2到4个位置，甚至热门的台日航线各个舱等只放1个位置，又或是无法用里程兑换。如果你想在廉价出国，通常要大概1年前一开放位置就守在电脑前抢票。各个航空公司的里程计划规定也不一样。二、里程会过期，很多里程放着放着3年到了就归零了，像是 ANA 全日空的航空里程计划。另外，有些航空公司的里程计划虽然标榜着只要账户有活动就可以延长里程的效期，但如果你手上有多个里程计划，或是你太忙了疏于管理，一不小心里程就溜走了。三、里程可能会贬值，随着航空公司联名信用卡的开卡礼会送很多里程，各项里程加成的优惠活动，甚至是很多航空公司的里程计划开始标榜里程永不过期，这样可能会造成取得及累积里程的难度降低。如果你手上囤了很多里程，有可能原本1万点可以换到一张机票，却变成2万点才能换到一张机票，损失惨重。里程的贬值会依照航空公司的政策变化，一旦准备要改动制度，兑换表的兑换标准很快就会不一样了，这点也需要多加留意。四、隐藏成本，虽然机票免费，但你还是得付机场税跟燃油附加费，其中燃油附加费会依据航空公司而有所不同，这笔钱有时候也是蛮可观的，尤其是长程的航线，在计算里程兑换价值的时候，这点也非常的重要。既然里程相较于直接现金买票是比较复杂的，新手们又该从哪里开始呢？在台湾，我们最容易接触到的航空公司的里程计划就是长龙航空、中华航空、星宇航空以及国泰航空的亚洲万里通计划。为什么是这几家？因为台湾的银行发行了非常多这些航空公司的联名信用卡，你平常的消费很容易就能够把点数转进去。而且长龙、华航及星宇从台湾出发的直飞航线最多，对不想转机的人来说最友善。而亚洲万里通则是配合的伙伴多，灵活度很高。至于这几个计划各自的甜蜜点在哪里，该用哪些信用卡去累积，这个就是我们之后影片要带大家一一破解的内容了。总结来说，先前介绍的外站票或是外站四段票，适合愿意多花时间开启第一段航程，想极致压低机票花费且不介意从外站出发的人；而航空里程则是给想要提升旅游品质、想直接从台湾出发，甚至梦想躺着飞商务舱头等舱的人一把最关键的钥匙。接下来的几集影片 c o p e l 会把长龙、华航、星宇，还有国外的里程计划，例如亚洲万里通、日本的全日空、美国的美国航空、联合航空、欧洲的维珍航空、英国航空等，逐个进行分析，教你怎么聪明累积里程，并把手上的里程价值最大化。下一集会介绍长龙航空里程，并带你深入剖析它的优缺点。我是 c o b e l 一个之旅帮你省钱，带你飞更远的旅游浪人。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请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下次见，拜拜。